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所经历的所有的焦虑、痛苦，甚至你觉得无法打破的命运魔咒，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它们仅仅是因为你大脑里的一个念头卡壳了。只要你掌握了拔掉这个卡壳的开关，你就能在起心动念的一瞬间，直接重塑你的现实，改写你的命运轨迹。大家好，我是申鹤。昨天我们分享了《楞严经》中观世音菩萨的梵文文字性，教大家如何在这个嘈杂的世界中，把向外攀援的心收回来，找回内心的宁静。很多朋友私信我说，申鹤我试了，内心确实平静了不少，但是一回到现实，老板一骂我，孩子一哭闹，我那火气蹭地一下又上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当你通过梵文让内心平静下来，这仅仅只是迈出了觉醒的第一步。你只是让水面暂时没有了波纹，但水底的暗流还在涌动。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神书被誉为中国禅宗无上心法，它就是六祖坛经。在这本书里隐藏着一个更为惊人的秘密，也是禅宗的最高机密——无念法门。据说只要你真正掌握了无念，你不仅能彻底掌控自己的情绪，不被外界的任何人任何事牵着鼻子走，你甚至能够像现代量子力学里说的观察者一样，直接改变事物发展的走向。好了，话不多说，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揭秘六祖坛经里这个能让你瞬间改写命运的终极秘密到底是什么。一提到无念这两个字，大家脑海里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觉得无念那就是什么都不想呗？坐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像个木头桩子，像块石头一样，对吧？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这个错误的观念给砸得粉碎。大师原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若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强行压制自己的念头，什么都不去想，把念头全都掐死，那你不就成了一个死人了吗？就算你做得再好，那也只是枯木禅，根本不是真正的修行。你想想看，我们人活着怎么可能没有念头呢？你看到一朵花，觉得它很美，这是念头。你饿了想吃饭，这也是念头。如果修行修到最后，连饭都不知道吃，连花的美都感受不到，那这修行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给无念下了一个极其精准、极其震撼的定义，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好。这句话是整个禅宗的灵魂。他说，无者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无念者于念而无念。哎呀，这几句古文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绕？别急，我用最通俗的大白话给你翻译一下。所谓的无念，不是没有念头，而是在有念头的同时，你不被这个念头给黏住。你的心就像一面镜子，对吧？镜子面前走过一只小狗，镜子里就有一只小狗；走过一个人，就有一个人。但是当小狗走过去之后，镜子里还会留着小狗的影子吗？绝对不会。镜子是物来则应，过去不留。而我们普通人的心是什么样的呢？是强力胶布。老板今天早上瞪了你一眼，这是一个事件，对吧？当时你心里一紧，这是一个念头。但是事情已经过去8个小时了，你晚上躺在床上还在想，他为什么瞪我？是不是我要被开除了？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你的心被那个念头死死地粘住了。这就是有念，这就是住。所以无念就是允许念头产生，但绝不和念头纠缠。念头来了，我看着它来；念头走了，我看着它走。我不评判它，不压抑它，也不跟随它。这就是于念而无念。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申鹤，
就算我做到了不被念头粘住，这跟改变命运有什么关系呢？哎，重点来了，这里面藏着一个极其深奥的宇宙法则，而且它竟然和现代最前沿的量子力学中的观察者效应不谋而合。量子力学里有一个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科学家发现，当没有人在观察的时候，电子是以波的形式存在的，它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是一旦有观察者去测量它，盯着它看的时候，这个波就瞬间坍缩成了一个确定的粒子。换句话说，是你的观察决定了现实的呈现方式。这和六祖坛经里的无念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大了。在佛家看来，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它就像那个量子波一样，是时刻在变化，充满无限可能的。正如《华严经》里那句极其霸气的话：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当你遇到一个困境，比如你投资失败了，亏了一大笔钱，这个事件本身其实是中性的，它只是一个因果的呈现。如果你用有念去观察它，你的念头是我完了，我这辈子毁了，我怎么这么倒霉，你死死地住在这个恐惧和绝望的念头里。这时候你就成了一个带有强烈负面预期的观察者。你猜怎么着？你瞬间就把你未来人生的量子波坍缩成了一个充满失败和痛苦的死胡同。你的命运就真的顺着这个悲惨的轨迹走下去了。但是如果你掌握了无念法门呢，事情发生了，亏钱了，你心里肯定会难过，念头会生气，但你于念而无念，你看着这个难过的念头，你对自己说，哦，我体验到了失落，这是一个念头，但我不是这个念头。你不去给这个事件贴上绝望、末日的标签，当你不再死死地盯住那个负面结果时，你猜怎么着？你没有坍缩那个负面的波函数，你的心是开放的，是空灵的。在这种无念的状态下，你的智慧之光就会显现。你可能会突然灵光一闪，从这次失败中总结出极其宝贵的经验，甚至发现了一个别人都没看到的巨大商机。这就是为什么六祖慧能说一念若悟，即是佛。因为在无念的状态下，你不受过去经验的束缚，不受恐惧的控制，你直接接通了宇宙的无限潜能。你的命运在你不执着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被改写了。其实这个无念的道理不仅在六祖坛经里有，在整个大乘佛法里，它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大家知道六祖慧能当年是怎么开悟的吗？他本来是一个连字都不识的砍柴小伙子。有一天，他挑着柴去卖，路过一个客栈，听到里面有人在诵读一本经书。当他听到其中一句话时，心里轰的一下，豁然开朗，直接就开悟了。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刚经》里的那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就是不要让你的心停留在任何事物上，不要执着于任何念头，这就是无念而生其心，就是在不执着的状态下升起那种清净充满智慧，能够应对万事万物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佛陀当年是怎么教导弟子的。在佛陀的弟子中，有一位叫须菩提，他被称为解空第一。在《金刚经》里，佛陀主要就是和须菩提在对话。当须菩提真正领悟到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也就是领悟到所有的念头都是虚幻的，不住的之后，经书上记载，须菩提涕泪悲泣，他哭了。他为什么哭？因为他回首自己和众生过去的生生世世，发现大家都在为了那些根本留不住的念头，为了那些虚幻的执着去争夺，去仇恨，去痛苦。他觉得太冤枉了。只要你做到无念，只要你做到无所住，那些所谓的痛苦和枷锁瞬间就灰飞烟灭了。还有《圆觉经》里也说得极其透彻，知幻即离，不做方便，离幻即绝，亦无见次。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意识到你的那个焦虑、那个愤怒只是一个虚幻的念头时置换，你立刻就不被它控制了，即离。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方法，不需要你打坐念经几万遍去压制它，不做方便。你离开那个虚幻念头的瞬间，你就已经觉醒了，离幻即觉。这简直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最快捷径啊！是不是听得让人热血沸腾？好了，离我们懂了，但修行最怕的就是说的一丈，不如行的一尺。在佛法里，理上的顿悟和事上的实修是缺一不可的。我们绝不能因为懂了无念，就在现实生活中变得冷漠，或者打着无念的幌子去逃避责任，为所欲为。真正的无念是在事上极度专注、极度负责，但心里不留挂碍。那么，作为一个每天要上班、要带娃、要面对各种压力的现代人，我们到底该怎么练习这个无念法门呢？申鹤给大家总结了3个极其落地的步骤，建议大家点赞收藏，反复观看。第一步，觉察，做自己大脑的旁观者。现代心理学里有一种疗法叫 ACT 接纳承诺疗法，里面有一个核心概念叫认知解离，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无念法门。当你生气的时候，普通人会觉得我很愤怒，你把你和愤怒画上了等号，而练习无念的第一步，你要在心里稍微退后一步，告诉自己，哦，我觉察到了，我现在有一个愤怒的念头。看出来区别了吗？你不再是那个愤怒本身，你变成了那个看着愤怒升起的旁观者。只要你能退这一步，这个念头对你的控制力瞬间就减弱了一半。第二步，不迎不拒，让子弹飞一会儿，念头来了，不要去抗拒它。很多人说，我不能生气，我是修行人，我要压住。千万别这样，你越压抑，念头的反弹力就越大。就像你看电影，屏幕上出现了大反派，你会冲上去把电影屏幕砸了吗？不会的，因为你知道那是假的。对待念头也是一样，焦虑来了，恐惧来了，你就静静地看着它，像看着天上的云彩飘过来一样。你不对它评判，不跟它对话，你心里明白，它只是一个能量的波动，它有升起，就必然有灭去。你只要不给它添柴加火，它自己烧一会儿就熄灭了。第三步，回到当下，该干嘛干嘛，这是最重要的一步，也是生其心的体现。念头飘走后，立刻把你的注意力拉回到你当下正在做的事情上。如果你在洗碗，那就全心全意地感受水流过手指的温度；如果你在和孩子说话，那就全神贯注地看着孩子的眼睛。当你完全融入当下的那一刻，过去和未来都不存在了，所有的烦恼都被切断了，这就是最高级的禅修，这就是真正的无念。当你把这3个步骤变成你生活的习惯，你会发现你的内在空间变得无限大。以前别人一句话能让你气3天，现在可能3秒钟你就放下了。你的直觉会变得极其敏锐，你的生命力会变得极其旺盛，因为你不再把能量消耗在内耗和纠缠上，你把所有的能量都用来创造你真正想要的人生了。好了，今天我们深度揭秘了六祖坛经中的无念法门，教大家如何通过不执着于念头去切断痛苦的根源，甚至像量子观察者一样去重塑我们的现实。但是听到这里，可能有些思维缜密的朋友会产生一个巨大的疑问：申鹤啊，虽然我现在可以做到无念了，但是我过去几十年里，甚至生生世世产生过无数的恶念和执着，那些东西去哪儿了呢？它们是不是就像种子一样埋在我的某个地方，随时准备爆发，形成我无法逃避的宿命呢？哎呀，如果你能想到这一层，那你的悟性真的是太高了。你说的没错，在我们表层的念头之下，还隐藏着一个极其深邃、极其庞大的命运黑匣子。在佛教的唯识宗里，它被称为阿赖耶识第8识，它就像是一个超级云端服务器，记录着你从古至今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句言语，
每一个行为。你这辈子的财富、寿命、天赋，甚至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全都是由这个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决定的。那么，这个神秘的阿赖耶识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唯识宗的顶级智慧去潜入这个命运黑匣子，彻底清理掉那些导致我们贫穷、生病、痛苦的坏种子，种下财富和觉醒的金种子呢？下期视频我们就来深度聊聊这个能让你从根源上改写生命程序的唯识宗与阿赖耶识的秘密。这个内容极其硬核，绝对会再次颠覆你的认知。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期的精彩内容了。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